请大师为我剃度。宋初雨，你疯了吗？堂堂安国郡主来这儿出家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快跟我回去！是啊，妹妹，何必这样糟蹋自己？滚开！初雨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解释你娶我之前已有妻室，解释你将他们母子悄悄安置在府中，整日在我眼前晃荡，却瞒了我这么多年。我虽娶了你，可她毕竟曾是我发妻，孩子也是我骨肉，我怎能弃之不顾？老爷向来敬重你，爱护你，瞒着妹妹，也是为了妹妹好。好一对情深意重的狗男女！我宋初雨嫁你10年，为你操持家业，打点官场，助你扶摇直上，竟是我蠢瞎了眼！妹妹怎可出言伤人？当初是你执意要嫁老爷为妻，他如何能抗旨不闻？这才不得不将我与孩子隐瞒。况且老爷早已与我和离，你膝下无子，我的孩子如今也敬你为母亲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贱人！老爷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你们可以滚了。施主，当真想好了吗？爹娘皆在齐王之乱中离世，如今孑然一身，只想常伴青灯古佛，为他们超度祈福，尽最后一点孝心。若是重来一次，我定不会再嫁给他。纸鸢，这纸鸢竟恰好落在郡主桌上。郡主与康状元果然心有灵犀。今日皇上似乎也有意为您和状元郎指婚呢。我重生了，这是指婚的秋霜夜。我还没嫁给康瑞，爹娘还在，一切没发生。我还能改变一切。上一世，康瑞高中状元，我被他的才情吸引，原以为他对我也是一见钟情，皇上指婚于我们是天赐良缘，没想到却成了他口中的权势压人，半生委屈。他功成名就那日，向我摊牌，说出一直偷偷养在府中偏院的前妻和儿子，而这一世，必不会如他所愿。康状元文才动人，郡主都看出神了吗？这字和狗爬似的，真是脏了郡主的眼。这诗句明明藏着隐忍的傲气，与这字迹毫不相称。难道他在这儿？将这扔了。康状元的，扔了。这脾气，前世他竟连秦莲秀母子都容不下。算了，他一直深爱于我，终究会是我的夫人。这一世我将秦莲秀安置在外，不被他发现，再哄哄罢了。你的诗句若能让哪位小娘子相中我，包让我爹给你官职。公子莫绑，必得青睐。是安国郡主，他拿着我的纸鸢。这是你的。郡主，小厮怎会写出如此绝妙的诗句？这是我亲笔所写。林清远出身寒门，前世他跻身朝堂，以一身才学报效家国，
更在外敌入侵时力挽狂澜。这样的人本该位极人臣，却因手段狠辣被世家大族指为奸臣，蝇营狗苟之徒登居高位，而他这样的良臣却遭千夫所指。既然一定要成亲，倒不如选他。你可愿入赘？我保你官运亨通。你愿入赘吗？草民身份卑微，自知配不上郡主。是啊，郡主，他算什么东西，岂能配得了您？我曹昭对郡主仰慕已久。不愿就罢了。敢在安国郡主面前抢我风头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踏入朝堂半步！曹大人的路也行不通了，难道只能入赘吗？上车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你不愿，是因为已有婚约？上京有无数好儿郎，郡主何必执着于我这寒门布衣？因为你最好拿捏。什么？我知你有野心和才华，但孤身在京，求事无门。你入赘于我，安国公府便是你的靠山。条件是什么？我要你在朝中发展属于我的权势。10年后，齐王为了顺理成章的篡位，便趁世家大族参加宫宴时围困在宫中，将不服者屠戮，爹娘也因此被杀。一计重生，就需掌握权势，提前布局改变这一切。若以后你我各自有了中意之人，再和离便是。这买卖对你来说绝对不亏。成交。这么冷的天竟还出了汗。前世他入朝不过5年便离世，是因为天生体弱，又出身寒门，未曾好好休养吗？郡主，你这身子这么弱，回去得好好补补。初雨，之前的事你听我解释啊！初雨，你听我解释。前世我在风筝线上动了手脚，让他恰巧落在宋初雨身上，他因此求皇上给我们指婚。这一世他怎么像是没看见我一般？难道是因为……初雨，我已经和那些对你出言不敬的师友断交了。我们婚事在即，别生气了好吗？记得上一世，他为了这些闲言碎语同我闹了好几日，真是被人捧惯了要哄的臭脾气。酸腐之言，我本就没放在心上。本郡主还要回府，让开。之前你说想要嫁我为妻，现在就要因为这些小事出尔反尔吗？小事，康瑞，你亏欠我的从来不只是这些小事。康状元怕是记错了，婚配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贵为郡主，怎会不知礼数？前几日你可是在别院亲口对我所说。这么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康状元曾说自己在上京无所依托，我当时怜你，允许你借住在我家别府，没想到竟让康状元误会，那便请今晚就搬出去，借住的银子明日送到安国公府。你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上车和你说清楚。初雨，郡主，天色已晚，这不相干的人还要纠缠你到何时？这里还有别的男人？他的车里怎么会有别的男人？
我们还有要事，烦请康状元让开。看着像是一本正经，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撒娇卖乖。郡主想笑便笑吧。亏你想得出这一招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如此为郡主解围。哦，那你脸红什么？没有。我既然答应了合作，自会帮郡主挡下这些，郡主不必多谢。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要嫁给一个穷小子？不是嫁，是让他入赘。你之前不是中意康瑞吗？虽说他也是寒门，但至少是功名在身。这林清远即便是入赘，这身份与你也差得太远了。这桩婚事是皇上亲赐。好一个以神修曲的计策！此次水患，世家沿河田产损毁无数，若借冲撞水神之名响于各方，他们为平息神怒，保住家业，定会争相出钱修曲。郡主引荐的人，真是解了朕燃眉之急呀！朕封你为四品郎中如何？草民若骤居高官，恐难以扶正，愿从工部令事做起。皇上见他人品贵重，于是当场赐婚。安安，你喜欢他吗？前世我爱错了人，葬送了一生，与其因为喜欢成婚，倒不如是他能为我所用。何况他是个英雄，我也想护住他。不管了，我女儿想要就该得到。有爹娘给你撑腰，谅他也不敢欺负我女儿。爹娘，乖宝儿，哭什么呀？我们还活着，真好。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？你爹我身体硬朗着，上战场以一敌百都不成问题。也不知前日是谁搬了一袋米就闪着了腰。夫人，这是给我安排的住处。皇上特许免去房金给你这状元郎的，打扫打扫，将就着住吧。这是谁家的鸡？这破地方如何住人啊？下去，滚下去啊！无妨，初雨不过是和我耍些小脾气而已。如今他被皇上催着成婚，待我献策立功，还不是贴上来求着嫁我？盯着我看做什么？我去书房睡。急着走。你我本就是假成婚，自然不会逾矩。可新婚之夜，不是要做点什么吗？郡主。花前月下，眉眼如画，锦书勾勒笔下。这不太合适吧？你给我讲讲朝堂之事。这书你藏在身上？虽说是假成婚，但总要装得像些。新郎跑去书房睡，实在是不妥。长夜漫漫，
不如同我讲讲朝政。这花摇啊摇，月下轻暖无花，晃啊晃，缠绵一地红纱春光啊，偷来那一段风流香。摇啊摇，月下脉脉情话，晃啊晃，天香红了春光困成这样，也不知去床上睡着。林清远，你这是想占我便宜吗？没有，我要见宋初雨，让我进去。这是国公府，没有明铁，岂容你造次？我与郡主有婚约在身，如今翻脸不认人，难道不该给我个交代吗？这郡主和外男私定终生，竟还被人闹上府了。将这满嘴胡言乱语的恶徒打出去。是你！那天晚上在郡主马车里的人就是你！定是你在初雨面前故意挑拨。像你这种傍着女人往上爬的穷酸鬼，我见得多了。清远，你有没有事？清远，他是林清远，不过废纸一堆。可这都是治理水患的好对策呀！皇上已采纳林清远的修渠之策，比你高明得多。原来是你，我郡主还抢了我的献策之功。你方才说傍着女人上位，可你之前住我的别院，花我的银子，借我的势，有了如今的地位，到底谁才是吃软饭的？堂堂状元，居然想攀上郡主一步登天，真是不要脸！初雨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，但他是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，何必为了气我，把自己搭进去？外人？他是我的夫君，怎么就成了外人？你们，康状元不过上任几日，便来我这耍官威了。明日我定要参与。此人在国公府门口妖言惑众，杖责20，逐出去。宋初雨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康瑞，前世是我耗费3天3夜，将你所写的修渠策论整理后呈给皇上。你没了我，其实什么也不是。怎么突然咳得这么厉害？是不是刚刚康瑞伤到你了？让我看看。他不在，郡主不必再演了。他以为我的关心是在演戏，还是为了气康瑞？不过染了些风寒，休养几日便好，不劳郡主费心，也请不要逾矩。林清远，若我逾矩了，你要如何？你瞧瞧，来的真不是时候。都怪你，非要这么急着让人看女儿。瞧，成婚后还见外了。你这老东西还打趣上女儿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说今日要回府，特意交代我们用紫灵芝炖汤给清远补补身体吗？是该好好补补，也好让我们早日抱上孙子。当孩子的面说什么呢？哎呀，
我说的是事实嘛，难道你不急吗？初雨，我们先走了哈。国公和夫人待你真好。小月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躲好。方才还笑着，怎么又皱起眉头来了？方才还笑着，怎么又皱起眉头来了？大夫说了，你不能忧思过重。喏，这个也趁热喝了，给你好好补补。谢谢。嘴上道谢可没什么诚意，这个帮我出出主意。水患受灾的百姓太多，但国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赈灾银。不如找伙人装作山贼去闹世家大族，届时可逼他们出钱让朝廷平乱。此举虽能筹得银子，若做得太狠被查出，也就等同得罪了各世家，树敌无数，真是不负前世奸臣之名。此法不妥，这灾我要救，人心我也要。郡主，小世子他又偷偷跑去毒坊了。什么？前世就是因为宋初礼好赌，安国公府天战，几乎被他输了个光。他不仅被废了爵位，还被追债的人剁了2只手。而我为了求康瑞救救他，初雨，这是我嫂嫂和侄儿，只要你像我一样爱护他们，我可以救阿里。以致我将秦莲秀当作嫂嫂敬养10年，最后才知那才是他真正的妻儿。看我这次不把他手给废了，我就不姓宋！这是怎么了？你会玩骰子吗？从未输过。正好我有一个法子，只不过要委屈你了。我这主意如何？笑起来好甜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又输了，给钱给钱！哎，这就走了？我家城南的别院都输给你了，还赌什么？小爷我难得手气好，还没尽兴呢。我愿陪宋公子继续。哪儿来的穷酸货？你赌得起吗？小爷我逢赌必赢，小心输得你断胳膊断腿。我若输了，翻3倍赔。瞧不出来，倒有些家底。你是上京哪家的？报上名来。赢了再说。你先开。3个2，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敢跟小爷我玩？钱拿来吧你！你这3个1输了？怎么可能？宋公子承让。再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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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你从我这儿赢的地契，安国公给你的玉佩都输给他了，算了吧。滚开！输了可别想找我借钱。这是云系摘的，衣襟绣的全是金丝，
不信你还能赢！3个6，我看你还怎么赢！你敢耍诈！你敢耍我这安国公府的世子！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姐，你要对你姐夫做什么？他就是姐夫，那个入赘的小白脸儿。姐，他偷拿你嫁妆上这儿赌钱，我替你逮住了他。是吗？清远之罪。竟敢偷拿我的钱出来赌，该罚。对，姐，就该打死这个吃软饭的，让你赢我那么多钱，遭报应了吧？姐，郡主求您饶了我吧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今天就要废了你！姐，你都打在我身上了。弟弟，你别拦着，既然他入赘我们家不守难得，就该抽死他。姐，别打，我错了。郡主怎么来我这儿闹事了？这赘婿竟敢偷拿我的钱出来赌，我出来抓人而已。不是偷的，是他指使的，说我在这儿做暗桩，赢的钱和他5分。大人赢钱的手法真是高明。我在这里替你做暗桩，赢的钱5分。好啊，不仅偷我的钱，还来这儿骗赌啊！此事我定要禀告皇上，将这些证据给我扣了。他怎么把事情捅出来了？闹到皇上那儿，告我个蛊惑郡马爷，这脑袋还要不要？郡主息怒，都是误会呀。是我请郡马爷和小世子来这儿做客，银钱在此，您清点清点。就这些，这赈灾银子总算够了。我这主意怎么样？郡主让我去赌坊做暗桩，设局抓包，闹得赌坊不敢再让小世子再去，又借机套走了这京中最大的赌坊的银钱，筹得了灾银。清远佩服。多亏了夫君，不仅赌术高明，戏也好，才让我捞得这么多金银。我发现你好容易脸红，这脸上也热乎乎的。我发热晕过去，是他一直在守着我吗？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太医都说了，你这身体得好好养着。都怪我，明知道你身体弱，还让你去赌坊做局，还跪在地上。与你无关，是我自愿的。自愿？因我约定在身。既然郡主保我平步青云，我自然事事听从郡主吩咐。身体本就不太好，遇事还强忍着，难怪他前世入朝不过5年就离世了。林清远，你我虽然是因为交易成婚，但我希望你长命100岁。长命100岁。所以你要养好身体，对自己负责。若是以后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绝不会强迫你做不愿意之事。大人这几日的药我拿回来了。我亲自去看他们煎药，你好好歇着。大人，真的要对郡主隐瞒你中毒之事吗？难道大人您中过奇毒，虽大难不死，但这余毒未清，也只剩下5年寿命了。还请您守口如瓶。
我与他成婚不过是笔交易，何必让他知晓？还是5年，我要做的事情还未成。可是太医说过，您这毒虽无法根除，但静心调养，兴许能延寿数年。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宋初雨，我这样注定没办法长命百岁。为何偏不肯说？亦或是看我掉落在酸蜜街头。慢点儿。天气凉，这件也披着。微蕊，暖手炉呢？拿着，暖暖手。郡主若觉得冷了，这手炉还是你用吧。你说你身体还没养好，不愿在府里好好歇着，非要跟着我去赈灾，山遥路远的，万一路上又染了风寒怎么办？我不放心你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有人守着，又有殷卓带着护卫探路，光天化日还能有人把我抢了不成？是。老大，这车里装着不少金银珠宝。全都带回山上。没事吧？哟，这小娘子心疼起相公来了。进了山寨，还不如跟了我一起吃香的喝辣的。打我！今天就要把你收拾服了！略懂些拳脚。有没有伤着哪儿？在做什么？他俩偷袭我，还想逃跑。他俩偷袭我，还想逃跑。你每月背着我故意克扣手下弟兄的银钱，偷溜下山嫖赌，难道不是你对他起了色心？不是啊，老大，是他主动贴上来的，说要给我好处啊。别看，把门修好，看好人。我们是途经此地的本分人家，还请寨主行个方便，放我们一马。一个个穿金戴银的，难道要放你们这些搜刮民脂民膏的世家大族回去，继续鱼肉相煎？你笑什么？你瞧不起世家大族，却只会劫盗掠财，你也不过是躲在荒山野岭的缩头乌龟罢了。找死！你在我手里绝对扛不住3招。你这小身板，还未深冬便裹着厚实的大氅，还敢和我单挑？不如就试试，若我赢了，就将银钱还来，护送我们下山；输了，银钱归你，我的命也归你，但你要派人护送他回城。好，是条汉子。不行。
看他的言行，绝非凶恶之徒。我若赢了，说不定能安全离开。可是你，银卓探路回来，想必已经看到我的沿路记号，拖下时间而已。就算我有什么万一，也一定能安全回去。跑够了吗？清远，你受伤了。连我的2招你都撑不过，大放什么厥词？清远，别打了，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，还是等阴卓来吧。若我的身体能再扛得住一点就好了。别欺负我年幼，这谢家刀法我不学了。战场上没人管你多大，打不过就是死。是人就有破绽，与人交战需伺机而动。这是谢家刀法，他的眉眼与谢将军也有几分相似。难道他……我赢了，望寨主遵守诺言。站住！难道你想反悔？不是，我只是想问。林清远，你想做什么？有什么冲我来，别想动弹。我记得谢小将军的手腕上是一月牙形的太极。属下见过谢小将军。陈立，没想到你也还活着。当年谢夫人许我回乡探亲，待我赶回，只看见谢府漫天大火，什么都烧没了。没想到现在居然还能瞧见谢小将军安然无恙，难道谢将军和谢夫人还活着？给我把这里烧干净！他们都死了，是母亲将我藏了起来，才侥幸活了下来。竟然是有人要屠谢家满门，怪不得此时也只是以意外失火草草结案。难道这是皇上所为？什么？就在事发的前1个月，皇上有意让谢将军东征，将军却以劳民伤财为由劝谏，甚至在殿外长跪不起。皇上因此震怒，谢将军还被罚俸半年禁足府中。这是因为功高震主吗？此事我会查清楚，为他们报仇。我这条命是谢家给的，从今日起，愿为小将军差遣。我的身份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就连与小将军同行的那位姑娘也不知道吗？此事牵扯众多，先瞒着她。什么事连我都要瞒？什么事连我都要瞒？是刚刚伤到哪儿了？没有。你这都伤成这样了，还一声不吭的想要瞒着我？瞒着你是怕你担心。真是一点都不知爱惜自己。你是铁打的吗？还是觉得自己这条命不值钱？下次不会。大人，银子已经先运下山发给灾民了，我们何时起？以后别在山上落草为寇了，有这身本领，不如从军去。我绑了郡主，
郡主却宽宏大量，没向我问罪，还给我写了举荐信。慢慢来，排好队，别挤着，人人都有。他心善，事事都为人着想，像冬日暖阳一般，又像是触不可及的明月。有了这些银子和粮食，我们总算能活下去了。慢慢来，都别急。郡主，你累不累啊？我这儿有糕点还有水，要不要歇会儿？去把粥给我搬来。你去帮郡主把粥搬来。郡主，我给你擦擦汗。你这病才好一些，怎么能拿重物？我也想出本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是木桶的刀刺，我没事。我看看。茶树怕是远在我之上。什么郡主赈灾都是骗人的，他们发的银子都是假的。什么郡主赈灾都是骗人的，朝廷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。伤着哪里了？让我看看。乡亲们，他们这些人就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，与其饿死，倒不如一起造反，说不定还能搏出一条活路。这银子果然被人调换了。大人，郡主，我们先撤。你的口音分明不是此地的灾民，在这鼓动人心是想做什么？我一路逃难过来的，口音不一样，有什么奇怪的？身形魁梧，虎口和指腹全是常年握刀拉弓才有的硬劲。当兵的不在前方救灾，却在这装灾民煽风点火。拿下他！什么？他不是灾民！是谁指使你的？下官竟让歹徒混入灾民之中，偷换了银子，还险些伤了郡主和郡马爷，下官有罪啊！我早就听闻陆大人当了10几年的知县，两袖清风。下官惭愧。郡主，这是何意？陆大人不仅偷换了灾银，还找人替罪，又杀人灭口，这戏真是做足。贪污整整10余年，你这脑袋我早就想看。臣冤枉啊！去年大旱，陆大人可是拿出了1整年的俸禄分给了我们啊！陆大人是好官，郡主要杀他，就连我们一起杀了吧！郡主听信谗言，臣便以死明志，他日青史必会还我一个公道。老爷，我听闻你出了事，连夜赶了300里路，把东西带来了。郡主，这些都是老爷孝敬您的，求您放过我家老爷。啊，怎么都是金子啊！老爷，不是你传信说得罪了郡主，让我带着金子来打点的吗？此地灾情1年比1年重，朝廷因此拨款无数，没想到竟养了陆大人安置在城里的3房小妾和5处别院。若不是本郡主提前派人前来查探，估计也被陆大人这副清廉模样所骗。原来是他私吞了我们的粮食和银子，逼得我们易子而食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下官愿交出全部家产，只求郡主饶命！求郡主饶命啊！此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怨，请郡主还百姓一个公道。求郡主为我们主持公道！府邸之片刻，爱恨失去少年
这罪臣死不足惜，他贪得的财物会变卖成银子发还给每个人。此行既除了匪，拔除了贪官污吏，又为我笼络人心，桩桩件件都少不了你的筹码。是郡主先知先觉，我也不过是派银镯先行查探，配合郡主设局而已。这么谦虚有礼，你说我要赏你些什么呢？我不过尽了本分，无需什么赏赐。回去之后，皇上定会论功为你升官。这财嘛，想来你在郡主府应是不缺什么。是想让我赏你美人吗？郡主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施粥时，恰巧遇上化缘的寒水寺主持，听说这佛珠开过光，很灵，希望他能保你平安。你这身体也不知是什么病症，明明好好养着，却仍是弱不禁风的。是儿时落下的顽疾，在郡主的照顾下，已经好了许多。郡主接下来想怎么做？灾银只能解燃眉之急，若来年没有收成，灾民还得饿肚子。水患若能治理，改道筑渠，沿河两岸便是良田万顷。再引漕运通商之力，豪绅士族必然争相圈地购田。如此一来，朝廷有税可收，百姓也可安心。我果真没看错人，你真是我的好贤夫。雨太急了，前面有个祠堂，请郡主和大人先避一避吧。这是供奉谢将军的祠堂，怎么破败成这样？是无人修缮吗？天灾频发，人人自顾不暇，谁又会在意一座将军祠？谢将军与谢夫人分别率5000骑直捣蛮族，为我大夏收复失地100里，战功赫赫，谁人不知？谢小将军5岁便随父征战立功，只可惜一场意外天灾，竟带走了一门忠医。还是人祸。说来，上次你与陈丽交手，倒颇有谢将军之姿，但你身体又这般弱，我竟不知你还会武功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若不想说，我便不多问。我说，你竟然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父母被强盗杀害，一个人流浪长大，你的病就是这样落下的吗？武功也是流落在外，学得些拳脚防身。可还记强盗是谁？灭门之仇，我替你报。听闻那个山寨多年前就已被剿灭了，算是报仇了。是吗？既已了结，就不要郁结在心。你现在好好活着，总要朝前看。以后若有什么，你我共担。多谢郡主。叫我安安，安安是我小字。安安，我在。你待我这般好，我的事不能把你也卷进来，对不起。恭喜林大人高升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同喜。凭什么我的策论被屡屡驳回，他却借着宋楚瑜步步高升？好一个赘婿！以为攀上郡主就能一步登天，比不上康大人摇尾乞，连赘婿都做不上。别得意，你不过是个将死之人，等你死了，她成了寡妇，就会想明白谁才是对她最有利的人。康瑞，你说什么？宋楚瑜，我敢断言林清远他活不过5年了。你难道想跟着他守寡吗？虽不知这林清远从哪儿冒出来，
我却清清楚楚记得前世他在朝中不过5年就病逝了。宋初宇知晓了，定然会后悔。康瑞竟然知道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就算知道又如何？如今我夫君已升任工部营善清吏司郎中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小编撰胡言乱语？我知道你让他入赘，不过是想气气我。这么久了，气也该消了吧？我保证以后。康瑞，你3番5次的挑衅，还惦记着夫人，真当我是个好脾气的吗？疼！宋初宇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他就快死了，而且我才是你的夫君啊！放开我的事就不劳康大人为心。冒犯郡主，便卸你一只胳膊惩戒，若再敢纠缠，宋初宇，你会后悔的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见今天日头大，怕你晒着，就给你送伞来了。康瑞的话，你别在意，他是胡说的。怎么又咳了？有点凉。快捂一捂，应该多晒晒太阳的，这样暖和些。应该让微蕊再备一件披风的。你笑什么？我才咳了一声，你便忙成这样，这么担心我吗？我这不是怕你病了，影响我的大计。安安说的是。去向有你的地方。宋初礼，你在做什么？姐。姐，我错了，疼啊！跪下！毒坊不让进去，就找了宫里的太监替你下注。宋初礼，你真是本事见长啊！还不是因为你上次在毒坊大闹了一趟，毒坊的人现在见了我就绕路走，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。好啊，你倒是怨起我来了。再说，我也没少赢钱啊。与其让你以后赌个倾家荡产，不如现在打死算了。姐夫救我！清远，你让开！清远，宋初礼，我去请太医。别去了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你是故意要放走宋初礼的，他这样赌下去，迟早会把安国公府的田产、铺面全都输光。到时候爹娘和我怎么办？你还护着他？安安，我知道你下不了这个手，到最后也只落得自己伤心。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，好吗？你真的有办法？姐夫，快救救我！若是再还不上债，只能剁下你2只手。姐夫，救救我！以前我只是小赌，还赢了不少，这次运气不好才全都输了。他们现在要剁我的手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姐说了，往后不再管你的事。今天见不到银子，就拿2只手抵。姐夫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，求你救救我！要我帮你，那是不是让你做什么都行？愿意，我都愿意。你自行剁1只手，我先看看你的诚意，再决定要不要放下你另1只手。什么？不敢就滚！我剁，是我烂赌，对不起我姐。爹娘。宋初礼竟然在乖乖念书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也许他是真的会改了。
这只手先欠着，若有下次，这2只手一并要了。希望他能真心悔悟，不要再走上前世的歧途。你用了什么法子让他这般乖巧？我不过是说了些道理而已，是世子幡然悔悟。就这样。郡主，将军祠那边的人来问里面要放些什么。将军祠。谁把月放离人心上？于之间握不住想象，地老天荒，只剩你模样。只可惜时间仓促，石像还未雕刻好，便只能先用画像了。这段情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谢家人若泉下有知，还有人记着他们，应该会很欣慰吧。谢将军和谢夫人在民间尚有画本，我还能让人照着画出来。只是谢小将军英年早逝，还不知是什么样。他……娘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儿子都知错了，就算了吧。他不好好读书，把夫子绑在柱子上，还偷溜出军营打鸟吃，你还护着他。儿子打的是敌军的飞鸽，这截获军报可是有功了，功过相抵嘛。他不过是侥幸立了一功，如何功过相抵？那我状告我爹，前几日打了胜仗后，他在敌军怀里摸了2两银子，藏在靴子里。嘿，你这臭小子！夫人，我错了。这谢小将军当真调皮。哎，你又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我也是偶然间听谢将军曾经的下属说过此事。你倒是点醒我了，可以找谢将军曾经的熟人问一问谢小将军的模样，让画师画下来。你个臭小子，专坑你爹我倒要看看你讨了媳妇儿是个什么样。谢家为国为民，我们必会铭记于心。爹娘，清远带他来看你吧。清远，我又有家了。我还是回去吧，这大好的节日，我这一身的病气，要是过给你就不好。你都好差不多了，哪有过节一个人在府里待着的道理？再说，你这病就是整日闷在书房里闷坏的。可我还有公文未批完。哎呀，走走走！笑颜如春，谁闲情雅致，共我这一程。树影斑斑，推开这扇门，听乱几许，是不是很甜？暮色挣扎，雨过无痕，想要这个。垂杨未觉春，月下共饮，曾杯也曾花时温。酒与你同醉，情深无悔，惊动人，真醉我相追。这步摇很沉，却山鸟心月翠。是海琉璃金丝簪，这簪子十分珍贵，今年也只上贡了1件。前些时日，我替皇上办了件差换来的赏赐。这一世，因为我的重新选择和决定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或许我能同他一起长相守。我的事要不要告诉他？其实我是……找机会再向他坦白吧。
宋初雨凭什么选他？老爷，您趁热喝。这是给人吃的吗？哭，整日就知道哭的废物！当初妾身攒那些银子全给老爷上京考功名了，现在实在买不起毫米。妾身这几日就去街头卖艺挣些铜板。去街头卖艺？你是想让全上京的人都知道我康瑞的妻子在街头抛头露面吗？臣妾没有。这上京没你想的简单。我现在也不适合有妻子，等我在官场稳定些，一定八抬大轿将你娶回门。宋初雨凭什么选他？这玉成色不错，可惜有瑕。你前些日子差事办得不错，赏你了。世子赏识我，还待我如此的好，有些事我不能再瞒世子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又输了，给钱给钱！哎，这就怎么了？什么？上次在赌坊，我的钱被宋楚礼赢走，竟是林清远设的局。怪不得事后爹还知道了我去赌钱，打得我1个多月没能下床。他们就是串通一气，拿了世子的钱去救灾，还落了个好名声。我得好好治治这林清远。是你，你就是宋楚瑜的赘婿，倒是诱人的很。不是能放在这伺候的达官贵人们开心。你说林清远下朝后被人劫去南风馆了？我们问了姑爷走失时在附近的人，有人亲眼见马车朝那边去了。林清远，我来救你了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伤着哪里了没有？林兄在我这儿能伤到什么？捧着都来不及呢。那你将他绑到这南风馆是想做什么？不过是之前与严世子有些误会罢了。真是这样？对，都是误会。林兄，我听你的，来年真的能翻一番。即将在那儿上任的正是我的门生，他颇懂重视，来年收成至少能翻3倍。若皇上又知晓严世子体察民情，出一大笔钱买下受灾的土地，岂不是名利双收？好，就听林兄的。本王竟不知南风阁今日这般热闹。前世就是齐王妄图篡位，他在宫里上设局屠戮士族，使得我爹娘惨死。本王在外云游，回京不久，便听闻林大人不仅有济世之才，还通生财之道。听林大人这赚钱的法子不错，能否带本王一起啊？给我把这里烧干净。山门前，各种妙物，谁又能参见？踏风直上青天，负如何能救我妄言？当年到底是谁指使你下毒的？你在外逃亡多年，
想必不知你的妻儿，早在几年前就已被人灭了口。齐王说让我给谢家下药，他们昏睡，再派人入夜前进府找兵符。我没想到下的毒，谢家还被灭门啊！齐王愿与我们一起买地，这收益可不得翻上5倍？你说是啊，林兄？林大人这眼神，怎么像是要吃了本？臣不敢。罢了罢了，看来是本王扫了大家的雅兴，便不打扰了。林兄，我有事先回去了啊。你与齐王也有仇怨？没有。一脸忧愁，难道前世林清远短命也是因为齐王吗？臣偶然得知，多年前齐王为夺兵符，恶意下毒，使得谢家满门被灭。齐王一向在外闲云野鹤，怎会犯下这等命案？况且多年前朝廷就已认定谢家之事乃天灾所致，你可有证据？启禀皇上，是齐王命我下毒，为了夺取兵符，杀了谢家满门。当年验尸，的确从尸体查出中毒之象。谢家有冤，请皇上下令审理此案。忽然回首，别几次何意？臣不知皇上此举是何意。谢家之事你如何得知？难道你是？臣幼时曾受到谢将军和谢夫人的恩惠，我知谢将军治军严明，怎会府中起火无一人察觉？这才知恩图报是好，但谢家之事早已盖棺定论，朕已休了将军祠，彰显其功，此事就此作罢。皇上，谢家有冤。朕念及林爱卿是肱骨之臣，已是包庇。齐王党羽遍布朝堂，难道你要朕为此事与他撕破脸，致使天下大乱吗？若想不清楚，便去殿外跪个明白。想我谢家鞠躬尽瘁，竟落了个这般结局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听闻你被皇上罚了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怎伤成这样？我去寻太医。不必了，太医来过了。宋初雨，我们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和离。你要与我和离，是因为皇上说了什么吗？郡主，当初你我早有约定，若我有了心悦之人，便放我离去。你何时有了喜欢的人？我倒想听听，是哪家的姑娘与林大人心意相通？此事与郡主无关。你竟护他至此。如今郡主的门客已入6部，曹云也由你的人接管。当初允诺郡主的，清远都已做到。那这又算什么？其实我是……不过感念郡主扶我青云志，聊作酬谢。清远既被当作赘婿为郡主所用，自然尽心尽责。此后山高水远，我便助林大人官运亨通。我原以为皇上与齐王之间还正有不过是缺一个废掉齐王的引子。
是我天真竟抱有这等期许，功亏一篑。将死之人何必拖泥下水？就当我是负心不世之人，忘了吧。说，谁是你的心悦之人啊？奴家满心满眼的都是郡主姐姐呀。骗子，统统都是骗子！想怎么编辑？何必编这种伤人的谎话？初雨，怎么是你？给我看！初雨，林清远本就是薄情之人，何必为他糟蹋自己？他在朝中为清除异己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满朝文武谁不说他心狠手辣？谁知他对你存了什么肮脏心思？他竟这么厉害，怎么还没把你这垃圾清除走？你为何对我如此决绝，不听我解释？我们上一世可是有夫妻情分的，那是天注定的缘分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夫妻情分。这就是你我之间仅有的东西，还想要吗？有完没完？你怎么来了？是你自讨苦吃。本就是我欠你的。这是做什么？送郡主回家。林清远，你们已经和离了，你现在没资格。郡主一日未签和离书，我便一日是她的夫君。你说我被人辜负了一世，是不是又信错了人？与你来世今生我所有的温柔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不是林大人亲口说的，要尽心尽责。清远既被当作赘婿为郡主所用，自然尽心尽责。我思来想去，林大人身为人夫，似乎欠了些什么，我这便讨要回来。这不合适。林大人平日总是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，想来被人伺候惯了。念在你为我做了许多事的份上，本郡主就在纡尊降贵一回。苏初雨，你清醒一点！到底是谁不清醒？是谁提了和离，又要来寻我？方才又是谁忍不住？林清远，你何必自欺欺人？我说不出来就别说了，话太多就来不及做其他的了。瞧着病殃殃的，溜得可真快。郡主昨夜怎么喝了这么多酒？多亏姑爷。哦不，林大人将您寻了回来，还照顾了一整晚。到底是谁伺候了谁一夜？雪姬，郡主你受伤了。我这好好的，哪里来的伤？难道
是林清远受了伤。他怎么样了？郡主放心，太医说只是林大人累着了，没有大碍，也没瞧见伤口。可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肯定还有什么在故意瞒着我。郡主可要去瞧瞧林大人？和离书都送去了，还有什么好瞧的？他可还说了些什么？我查了他的身世，与他说的没有分别。林清远到底隐瞒了什么？又为了什么非要推开我不可？没想到不过1年，他便靠铁血手腕坐上了内阁首辅之位，胭脂狠厉，成了人人可畏的奸臣。世间上花季上，四叶红白都叫。他越发清瘦。清远哥哥。谁念念有过欠，回首不堪提上。郡主，我们不是要回府吗？我落东西在宫里。郡主，看来林大人好事将近，我便不打扰了，告辞。皇上有意为乐阳公主指婚，公主属于武定侯之子，想让我替她与皇上说说。皇上就这一个掌上明珠，是该擦亮眼睛，免得遭人欺瞒。郡主说的是，正因如此，更该照顾好身子。还是照顾好你自己。听闻新科状元陆公子上门与你提亲了。听闻新科状元陆公子上门与你提亲了。这似乎与林大人无关。林清远，今夜之后，你我两清。郡主说的是臣越娶了。陆公子年少有为，家世清贵，愿郡主得遇良人。那便借大人吉言。这些批过的文书都送回去，告诉下面的人，如今齐王党羽与林清远在朝上势同水火，行事务必谨慎，遇事保全自己为先。这月的药材送去了吗？郡主放心，都是顶好的珍稀药材，切碎了混着普通药材，悄悄送进林府的。师父云游多年，应该快回来了。太医解不了的毒，师父未必没有办法。我与林清远曾是皇上赐婚，你却替他遮掩，此事若追究下来，便是欺君之罪。可我若不说，林大人是中毒，无药可解呀！是他英年早逝，我只当是体弱，原来是中毒。可他不惜性命也要往上爬，与齐王相抗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到底何时才能从你这儿得到一句真话？姐，陆公子的聘礼我全都替你退回去了，一件没留。你如今高中探花，
做事倒是勤勉了起来。那是，我能光耀门楣，全都仰仗我姐夫。你说什么？当时我不小心输掉了家里的别院，还欠了点债，追债的上门要剁我的手。是姐夫，是林清远替我还的债。他说若我背会四书五经就替我还银子，若我科举高中就替我赎回别院。我就说你怎么忽然就改了姓？林清远倒是肯替你遮掩。虽是瞒着你，这结果总归是好的嘛。姐，消消气嘛。你弟弟我现在洗心革面，还是探花，日后入了官场，那必定是前途无限啊！是你，姐，当初就是他和我对赌，才输得那么惨。说，当初你是不是故意出千骗小爷？还有，你怎么会在郡主府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的承蒙林大人救命之恩，被收留在府中打杂。那日林大人给了小的一笔银子，又教了小的赌术，故意设局让世子爷输个倾家荡产，再上门追债。但其实地契、银两都在林大人手中，只为了世子爷戒赌。什么？是他设的局？郡主，这信无名无姓的说要给您。水患肆虐，幸得郡主心系黎民，今荒地已成沃土，收成翻了3倍，以此遥祝郡主福寿安康。林兄，我听你的，来年真的能翻一番。即将在那儿上任的正是我的门生，他颇懂种植，来年收成至少能翻3倍。他替我出钱买地，还得了名声。姐，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？郡主要去哪儿？外面还下着大雪呢！有些事我知道你下不了这个手，到最后也只落得自己伤心。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，好吗？宋初礼竟然在乖乖念书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就算我有什么万一，你也一定能安全回去。这步摇难产，清远既被当作赘婿为郡主所用，自然尽心尽责。你对我当真只是尽心尽责吗？大人，衣服粘在伤口上，你忍着些。大人，您为何非要杀了谭冲？他可是皇上亲自提拔上来的人。谭冲此人做事阴狠，基于郡主掌管的漕运，我不得不动手。您这倒是给齐王弹劾递了罪状，皇上赏您20廷杖，怕是以后少不了隔阂。我经常受得住。郡主，出去。谭冲想要对漕运下手，也是你瞒下来的。我只是见谭冲与我不和，才对他动的手。我在门外都听见了。藏什么？我都知道。什么？林清远，事到如今，你都不肯和我说句实话吗？
你设局逼宋初礼戒赌回归正道，他才摘得探花功名。你以我的名义救济灾民，买下土地，赚了银钱，又替我博了个心系黎民的好名声。谭冲觊觎我掌管的曹玉，你便直接动手杀了他。这桩桩件件，林清远，你不是要同我和离吗？你不是有了喜欢的人，对我也只是尽心尽责吗？那你做的这些又算什么？郡主与我有恩，我无以为报。既如此，以后我的事便不劳林大人费心。姓谢，是当年的谢小将军。那年齐王为夺兵符，毒杀我谢家满门，纵火灭迹。我躲在水缸里，亲眼看着爹娘死在眼前，所以我改名换姓入朝为官，为的就是讨回我谢家的血债。却没想到，助我一步步往上爬的，竟是你。本想自己一副残躯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就可以去见爹娘了。终归是人心不足。安安，能不能不要嫁给陆公子，或者等我死了？你我如何相拥？某个时空，是未来化成梦。你也一瞬惊鸿，却寻不到你的影踪。世界会放纵，这次就原谅你了。下次你若再敢这样推开我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我想陪他一日，再多一日。爹娘要保佑我们啊！你这伤还没好全，便要去上朝吗？朝局不稳，正是我与齐王交锋之时。天气凉，多注意保暖。车里多给你备了双鞋袜，若是鞋袜溺湿，记得换上。哦，还有，我还备了一张转垫，小心压着伤处。知道了，夫人。还有，记得早些回来。郡主，百里师傅回来了，现在在郡主府呢。师傅他老人家终于回来了。齐王有何指教？本王一直觉得与林大人志趣相投，何必在朝堂上针锋相对？不如寻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谈，万事都好商量。臣所作所为，皆是为了江山社稷。皇上趁你喜乐，这些年边患叛乱，流民安治，哪一桩不是林大人你在强撑着？别人知道林大人是野心勃勃的奸臣，谁又知你的苦心？齐王的意思是，林大人，这笔买卖不划算，不如另选明主。王爷门下的吴参将在城外强占民田300亩，逼死佃农2家。就这事？王爷还是先管好自己的1亩3分田。这林清远真是不知好歹，还不是你事情没办妥，让他交出把柄。王爷息怒，趁这些日子查出林清远身患重病，怕是命不久矣。我记得前世就是今年，林清远病入膏肓，猝然离世。当真？他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个将死之人。王爷何必与他正面交锋？不如就这样耗着，耗也把他耗死。届时再起事，必能一举攻城。师傅，这毒有办法解吗？这本是见血封喉的剧毒，好在当年使用不多，又曾吐出大半。那就是说还有救？毒素在他体内积郁了10几年，底子本就亏空的厉害，只能尽力一试。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也想试试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清远都感激不尽。去吧，接下来的事你在外面等着便是。
接下来我要施针逼出你体内余毒，过程万分痛苦，你忍得住吗？竟是你啊！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哑巴。你与安安当真是缘分啊，缘分啊！安安，师傅去给他们看诊，你在这儿乖乖坐着。你饿了，这个也给你。师傅，不好了，他吃东西噎住了。师傅，他会噎死吗？怎会有人对一个孩子下毒？你是哪家的？师傅，他好像还是个哑巴，好可怜啊！你能给他治治吗？他只是不愿说罢了。你这年纪，老夫再用针，你必然扛不住，需要喝3个月这副药才能好。遇上我，算你走运。当年你第2日怎么就不告而别了？是因为有官兵进村搜寻？我身份有些特殊，又怕被发现连累你，只好悄悄溜走。当年没能好好感谢前辈，我这一生救人无数，从不在意这些。兜兜转转，咱们还是又遇上了，这就是缘分呐。师傅，他怎么样了？应是无碍了，毒已清了大半，剩下的慢慢调理便是。只是以后得好好将养。老夫继续云游四方去了，别送，有缘自会再见。安安，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我不知如何才能报答你。今后即使抵了这条命，谁要你抵命了？看在你也默默帮了我不少事情的份上，本郡主就罚你用一辈子陪我来偿还吧。只要你不介意，我会用一辈子慢慢还，倾尽一切来护主。要星星绝不给月亮。那陆公子的聘礼我来解决。还想着这个呢？早让送出礼替我退回去。真想现在就与你重新成婚。我还没好好的去拜见你爹娘呢，他们虽然不在了，可礼数不能缺。其实我已经带你去过了。谢家为国为民，我们必会铭记于心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和他们说认定你。好你个林青云，瞒我的事可真不少。以后不会了，再也不会。林大人，下官今日冒昧前来，是为小女的终身大事。哦，听闻林大人与安国郡主已和离多时，想必正有续弦之意。两家结亲，于大人在朝中亦是如虎添翼，何乐而不为？徐尚书一向忠于齐王，怎么今日跑到我这儿来献女儿了？下官在朝中一向公允，从不结党，哪里谈得上是谁的人？是吗？本官听闻，前日令侄在工部当差，齐王奉令要发的抚恤银竟被他私吞，怎么？这是火烧眉毛了，才想起来我这儿求福。林大人，求您救救下官！齐王不会放过我侄儿，更不会放过我徐家。只要您肯出手，下官愿为您效犬马之劳。你在淮北任上强占民田3000亩，逼死佃农7户，在户部任职时贪墨赈灾银两10万，3年前更是将一桩命案栽赃给无辜百姓，害得人家破人亡。这些事本官还未曾找你清算，你便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林清远，就算你与齐王在朝堂分庭抗礼又如何？你不过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种！你个乱臣贼子，与齐王争得了吗？我听闻徐尚书的女儿可是上京出了名的贤良美人，竟有这样卖女儿的父亲，真是可惜。
既然郡主觉得可惜，不如什么？不如就给宋初礼定下这门亲事。我这姐姐她尚且避之不及，再塞给她个老婆，怕是要逃到边关去。齐王欺民，皇上昏聩，朝中忠良要么被排挤，要么像我爹那样明哲保身，百姓更是苦不堪言。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迎来一位明君。清远，我想做一件事，你愿不愿陪？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陪你。既然他们德不配位，不如让我见你的是灯。齐王残害忠良，若皇上不能为你谢家满门昭雪平冤，那就由我来替你执刀复仇。安安，你当真想好了？这条路一旦踏上去，便再没有回头路。更何况，大夏从未有女帝一说。这大夏江山既然他们做的，凭什么我做不到？我有民心所向，有你辅佐，如何不能争？前世我眼睁睁看着爹娘在齐王之乱中丧生，看着众生在齐王暴虐的统治下无能为力，重活一世，这些我都要改变。你悄悄囤养的那些私兵，就是为了这个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招的几乎全是女子，行事极其隐秘。你从哪儿查出来的？我若连夫人在做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当什么首辅？齐王那边自然是被我瞒下来了。他派出去查你的人，查到的都是为夫准备好的账本，上面记得清清楚楚。郡主在城外圈地养了个戏班子，专排那些才子佳人的戏，铺张浪费得很。你在我身边到底安插了多少眼线？你若真有此心，我倾尽所有，也会助你。那我正头疼一件事呢。可领军之人，我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能打仗的将领，要么在齐王麾下，要么是朝中老臣，不可信。夫人放心，我早有人选。我倒是替你寻了一个人，此人在边关打仗，经验老道，治军严明。他也曾是谢家军旧部。谁？陈立。他俩偷袭我，还想逃跑？是他，被我举荐从军的那个山匪头子。他这几年在边关屡立战功，已凭军功升至总兵。从今日起，他与他的手下精兵便听你号令。你将这些全交给我，就这么相信我？此事若败，这天下苛政如虎，百业凋敝。臣恳请郡主感念万民之苦，扛起这破碎山河。臣愿为马前卒，成为你手中的刀，铺平脚下的路。我果然从一开始就没有看错人。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凡事都有我。你事事都想在我前面，可真是我的贤内助。那夫人打算如何奖赏我？够不够？不太够。这步要重新带上，以后别再轻易丢了。以后都不会再分开了。昌瑞，你说让本王等，用不了多久，林清远就会暴毙身亡。你看看现在，他活得好好的，本王安插在朝中的势力一个接一个的被他拔除。你倒是告诉本王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只要再多等些时日，林清远必死无疑。到时候，王爷将那些不听话的世家大族骗入宫中，再以清君侧的名义杀掉那些不服世家大族。王爷顺应天命，登基便是众望所归。本王就再信你一次，若林清远还不死，便提头来见。我记得前世这个时候，林清远重病逝世，怎么不对？看来要加把火候。今日这药是谁煎的？是厨房赵芳子煎的。
来人，拿下！谁指使你的？把人拖下去，直接打死，丢出府外，就说我遭人暗算中毒，药石无效。你是想引蛇出洞？既然有人坐不住，我们便帮他一把。微蕊，近日可曾收过宫里的请帖？明日是皇上新增宠妃的生辰宴，邀请了各家进宫呢。不好，我要回趟国公府。安，怎么了？明日齐王就要动手，宫宴是他设的局，爹娘去了会死在宫里。皇上怎还未到？康瑞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方才宫中传来消息，皇上突然中风，情势危急。既然如此，我等不便叨扰，明日再进宫探望皇上。急什么？康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皇上重病不起，可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眼下这局势，该如何是好？康瑞，谁给你的胆子在此大放厥词？皇上病重，纵无子嗣，也轮不到你来议论。康瑞，你这是想谋朝篡位？你来了也好，正好让你好好看清楚形势。跟了我，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康瑞与齐王合谋毒害天子，意图谋反。你们都是受蒙蔽之人，念你们无辜，若放下武器，既往不咎。谁敢放下？我第一个要了他的脑袋！谁能摘下康瑞的脑袋，封公封爵？你有令牌又如何？齐王今日登位势在必得。宋楚瑜，你别不识抬举，逼我杀你！就是，你早就攀附上了齐王，便是你与他设局，害得爹娘惨死宫中，还蒙骗我这一切只是个意外。若是他们像宋初礼那般好毒好控制，我又何必动这杀心？你竟是这样利用我，夺得我郡主府的家产。初雨，祁连秀已经被我赶走了，我还念及我们上一世的夫妻情分，不如跟了我，与我同享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尊荣。你做梦！你怎么就不能服个软吗？那个林清源有什么好的啊？他现在怕是早成了阴司中的鬼。只要你愿意回头，你永远都比不上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林清远，你不是中毒将死了吗？不将计就计，如何将你们引出洞？宫宴那日，士卒齐聚，齐王必不会放过这动手的绝佳时机。我已经知会爹娘和宋初礼，将他们悄悄送去乡下了。届时我会安排陈立率兵先行埋伏，到时候便一举入宫，擒获齐王及其党羽。这宫宴我要去。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我必须去。其一，我不在场，若有变数，无人能及时应对。其二，你我里应外合，才能万无一失。我要拨乱反正，要登位，就必须站在那里。安，你若有什么意外，我担心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初雨，初雨，
你不能杀我。前世你与齐王狼狈为奸，这一世你还要故技重施。不是我，宋家早就因为通敌叛国的罪名被齐王剿灭了。齐王上位，一个没了靠山的郡主，如何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？你选的最好的路，是你自己不走，非要撒泼出家。你害死我爹娘，毁了宋初礼，设计夺走国公府和郡主府的家产，竟被你说的这般冠冕堂皇。前世种种，便今日一并清算。臣林清远恳请郡主带领我等拨乱反正，重整山河。带上来。宋初云竟敢僭越称帝！齐王，你毒杀先皇，勾结逆臣，妄想谋朝篡位，为夺兵符，将谢家尽数屠戮，令忠良含冤20多载。一个女子聘击私臣，凭什么治我的罪？先皇临终前，感见安国郡主赈灾济民，铲除贪孽，深得民心，亲笔写下禅位诏书，传位于朕。诏书在此，你看清楚。郡主拨乱反正，臣愿奉郡主为君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身为首辅，竟然甘心一个女人当皇帝，他日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？我谢家满门忠烈，却被你一把大火烧得尸骨无存，不带你的人头前去祭奠，的确没脸见他们。你竟然是谢家的人，没想到当初竟让你个杂种跑了出去。恳请皇上恩准，由臣亲手斩杀齐王，祭我谢家冤魂。准。爹娘，我今日带仇人的头颅来祭奠你们了。谢将军、谢夫人，你们放心，从今往后，他不会再是一个人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重生一世。如今爹娘安然无恙，宋初礼也回归正途，我好像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林清远背负奸臣之名早逝的结局。谢谢。只是口头谢吗？未免太没诚意了。在这儿不合适吧？你如今是我夫人，又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当着爹娘的面，你若不好意思，我们便回宫。从40批到现在，歇会儿吧。清远，朕想在科举之外另设女科，提拔女子入朝为官，你觉得如何？此举前所未有，阻力不会小。现在社稷未稳，朕的确有所担忧。可我朝不乏才华横溢的女子，若是终日在宅院荒废，实在可惜。可先从太医署、司农司这些务实衙门开始，选有根基的女子培养，待做出成效，再逐步推行至6部。便听你的。臣倒不知，朝中大臣如今这般清闲，连皇上扩充后宫的事都操心起来了。谢大人这是吃醋了？只是这几日递上来的折子里，10本有3本都在推荐自家公子。张侍郎说他儿子姿容俊秀，李尚书说他侄儿文武双全，连70岁的王阁老都把孙子推出来了。臣是担心皇上政务繁忙，这么多人怕是应付不过来。那朕若真纳几个进宫，林大人打算怎么办？自然是遵从旨意。朕想过了，这后宫朕不要旁人，只封你一人为皇夫，长居宫中。你前半生背负血海深仇，刀尖舔血，
如今大仇已报，身子也才调理好转。若因此用一个身份拘缚了你，朕也于心不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心中现在、以后都只有你一人。这时节，江南草场人非，皇上登基后还未出巡，不如趁此体察民情。那首辅大人可要随行伴驾？臣遵旨。皇上，蛮族20万大军大举南侵，边关告急，请求朝廷即刻发兵支援。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！蛮族已经连下2城，这来势汹汹。朕即刻下旨调陈立回防。来不及了，换防调兵至边关，最快也要1月之久。蛮族骑兵日行300里，等陈立回防，他们早已直奔上京。臣请旨，率军出征。不行，你这身体才养好一些，如何经得起千里奔袭、六兵相搏？臣5岁便随父母出征，蛮族的战术弱点，朝中上下无人比臣更清楚。可是我启蒙之时便开始熟读兵书，练武。这身武艺若只是摆设，那同废人有何分别？皇上，军情危急，蛮族此番南侵，沿途已屠了1城，若不速阻，百姓危矣。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，等到此战得胜，我便永居宫中，做你的皇父，再不离开你半步。谁？终于回来了。安，我是来同你道别的。什么？林清远。什么？皇上，林将军夜袭敌营，火烧蛮族粮草辎重，夺回1城。太好了！安安，见字如面。昨夜与将士们清理战场时，我在坍塌的砖石下瞧见这朵不知名的小花，方圆百里寸草不生，唯有它从碎石缝里钻出来。这北风开得正好，别年近无期，孤身在朝，甚是想念。行军打仗还有心思摘花，看来的确是一切安好。今晚的月亮真圆啊，不知道此刻你是否能与我一同望着。这一刀再偏半寸便伤到了心肺，那便真是回天乏术，真是万幸。无妨，这几日蛮族虽逼得紧，但将军也要保重身体。皇上下令，此战有功将士一律晋升1级，阵亡者抚恤3倍。待凯旋之日，在宫中设宴，亲自为将士们庆功。此战还未结束，他便急着犒赏三军。皇上这不是盼着将军早日回去吗？听传话的人说，皇上亲自盯着户部调拨赏银，一样一样清点，生怕亏待了咱们将士。他没有什么话是给我留下的吗？愿无父早日凯旋归来，共守朝夕。朝中近来安好，
女科已正式纳入章程。朕特许了20名才女入太学，漕运改制，收效显著，损耗比往年降了30%。以从前说的以商养曹的法子，朕试着推行了，果然奏效。快入冬了，这封信随军需一起送，把去年进贡的那批御寒之物也一并带过去，分给边关将士。那批东西可是别国上贡给皇上的，用的都是上等皮毛和锦缎，送去边关是不是不太合规矩？与其放在库房里落灰，不如给将士们御寒。朕坐在暖阁里批折子，他们在冰天雪地里为国拼命，尤其是他，也不知有没有好好添衣。皇上，前线急报，谢将军大破蛮族主力，斩敌3万，蛮族首领率残部北逃800里，大夏收复失地5城，脱缰300里。当真？皇上，估摸着将军不日要还朝。如今还与蛮族残部，待他剿灭完，应该就会回来了。将军还是要好好休养啊！您前些日子的伤还没好全，这次又拿自己当诱饵，去引蛮族的主力。若非如此，他们怎会倾巢而出，又怎会被我伏兵一举？你不仅落得一身伤，可差点就瞎了。你也说了是差一点，这不是没瞎。若让皇上知道您这般不爱惜自己性命，拿命去赌。说。好，此事我必定烂在肚子里，让其他人也把嘴封严，必定报喜不报忧，不让皇上知晓。他一个人在朝中撑着，日夜操劳，不想他因为这点小事而担心。这点小事，你可是差点命都没了。这便是你要推些时日回朝的原因吗？安安，这些是什么时候伤的？行军打仗哪有不受伤的，都是皮肉伤，不碍事。这么多伤，你在信里一个字都没提过，你每一封都写一切安好，你管这叫安好？安安，你在朝中日夜操劳，要应付百官，要推行行政，要盯着军粮补给。我若把这些写进信里，你怕是连觉都睡不好了。我不是有心为你，只是不想你徒增烦忧。第3次。什么？这是你第3次强撑着不告诉我。别哭了，你一哭，我心里比挨刀子还疼。对了，你送我的佛珠当真灵验，若不是他挡了一刀，我这手腕怕是保不住了。只可惜这就剩这几颗珠子。施粥时，恰巧遇上化缘的寒水寺主持，听说这佛珠开过光，很灵，希望它能保你平安。可是你的眼睛，只是皮肉伤，不妨事。是那蛮将的刀锋擦过去，流了些血，看着吓人罢了。疼吗？你亲我一下就不疼了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说这些？分别这么久，我想你想得急，日夜想夜夜想，想得伤口都愈合了吧。水鬼梦见生死自生。能看到吗？你又瘦了，是不是又熬夜批折子了？这里留疤了，破了相了，皇上不会不要我了吧？胡说什么？你这些疤都是为了朕和大夏才落下的，怎么会不要你？小心！清源，你伤到哪里了没有？我没事。你呢？将军，敌军派了一队死士，想用火铳意图偷袭军帐，我们抓到了其中4人。看来蛮族残部并非垂死挣扎，是想拼死一搏。传令下去，就地斩杀。是。蛮族动用火铳偷袭，说明他们已无路可退，只能行刺险招。这一仗到了入关的时候，要不要见我军如何将这最后一战打胜？好，蛮族欺我大夏数10年，占我土地，掳我百姓，屠我城池，
如今他们主力已灭，只剩谭部苟延残喘。你们可愿随朕踏平蛮族，还边疆一个百年太平？踏平蛮族！传朕旨意，此战阵斩敌军1人，赏银10两；擒获敌军头目者，连升3级。取蛮族王庭蚕斗首长首级者，封爵，赐良田100亩。随我出征，将他们彻底打退！皇上，大捷！我军一举攻破蛮族王庭。好，传旨犒赏3军。谢清远呢？怎么不是他来？将军他率前锋追击敌军首领，与主力走散了。末将已派3队人马搜寻，尚未找到。什么叫走散？他带着多少人？朝哪个方向去了？朕亲自去找他。皇上，您不能去找啊！战场尚未清理干净，零星残兵还在流窜，危险啊！让开！快跟上，护好皇上！谢清远，谢清远！皇上，您先回去歇着，他们会带人继续找，就算把这片山林翻过来，也一定把将军找到。他定是又在哪儿受了重伤，想瞒着我，不想让我找到。他明明答应过我，不会再欺瞒我，会无恙归来。臣不负托，取蛮族王庭大可汗的首级在此，谢家不负皇恩，为大夏清除外患，永绝边患。真的，大将军回来了。我答应过你的，打完这一仗就跟你回去做你的皇妃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恭迎皇上，恭迎将军开始。不断情歌。那就是林将军，听说他单刀直入，取了蛮族大可汗首级。什么林将军？人家本姓谢，是当年谢将军的独子。谢将军，就是20多年前的谢家。齐王为夺取谢家兵符，妄图篡位，先皇已被齐王蒙蔽，谢家满门忠烈，含冤被灭门。是当今皇上登基后亲自下旨彻查，才让这桩冤案昭告天下。皇上真是明君啊！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如今百姓人人歌颂朕，可都是托了谢将军的福。皇上若不是明君，臣就算打100场胜仗，也换不来这太平盛景。那也是因为朕选了个好皇夫。此战大捷，首功当属谢将军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，朕无不允准。臣想要的赏赐早已在怀中。朕怎么没发现？你现在越来越油嘴滑舌了。是夫人驯服有道。那朕也有一份礼物给你。这几年你在外征战，朕便让人去问陈丽谢府从前的模样。几进院落，庭中有几株桂花。你爹的书房在哪个方向？你娘亲手种的那颗海棠在哪儿？朕都让画师画了下来，重修了将军府。眼中豪情都虚设，沉默着，让你我相隔。你独穿的墨绿清远，你回家了。原不过是自己我更舍得。朕今要早些休息。首府大人若是精力旺盛无处发泄，不如替朕去户部查账。好，一切都听皇上的。启禀皇上，北戎贡品已入库，新主登基，贡品多加了3成。登记造册，送入库房。只是北戎还送来了一位皇子，说是愿入宫侍奉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北戎皇子可怕是已经入了上京。皇上打算如何处置？
臣听闻北荣这位皇子今年刚满19岁，是出了名的美男子，能骑烈马，能挽枪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精通汉学，能背四书五经，写得一手漂亮的汉隶。北荣新主将他视若珍宝，此番肯送入大夏，确实诚意十足。皇上见了，难免不动心。谢大人对北荣的内情倒是了解得很清楚。臣身为首辅，理应对各国有所了解，何况是有人要给臣的夫人送人，总得先摸摸对方的底细。北荣新主刚登基，便急着往朕的后宫塞人，打的什么算计？当朕看不出来吗？他们是想用美色蛊惑朕，让朕沉迷喜乐，荒废朝政，实在是居心不良。可是皇上，北荣此番是真心实意想与我朝修好。这皇子都已经入了上京，住在驿馆里了。若是直接拒绝，怕是有伤两国体面。那便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500匹，以彰两国永世交好之意，再令其即日启程返回北荣。首辅大人，您觉得如何啊？如此甚好。奴才这就去办。都不见一面，连夜就送回去。皇上当真不好。怎么，首辅大人这是在试探朕？臣不敢，臣只是替皇上着想，万一大夏与北荣联姻，可保百年太平。有你在我身边，又怕这些做什么？可是，朕现在便下旨封你为皇夫，享誉各国。朕倒要看看，还有谁敢削尖了脑袋往朕的后宫里塞人？这样你可安心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臣领旨谢恩，既然是皇夫了，总该尽尽本分，比如父凭子贵。林清远，你明面上是去赈灾，实际上借机搜刮世家大族的银钱，中饱私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林清远此人手段了还出一起，贪墨赈灾银两，这奸臣其罪当诛。想要为谢家复仇，你有这个能耐吗？怎么了？梦魇了？我好像想起了些前尘往事。什么往事？前世我派人劫了你的3船粮食，运往灾地。那时满朝文武皆骂我是奸臣，只有他什么都没问，又送了1船粮来救灾。没什么，只是想着是你给了我这一世喜乐圆满，竟是这般幸运。你何时如此这般会说情话了？我是认真的，从今往后，我只用这一辈子将你呵护，护你周全，护你喜乐，护你的江山永固。这可不够，我还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。好，来生我要想办法造就你家。朕今日册封林清远为皇夫，与朕共理朝政。10年前来这儿的时候，这条街还只有几家铺子，如今茶楼酒肆、绸缎铺书房应有尽有。那是因为漕运改道之后，南北商船都在此处停靠，水路一通，财路就通。什么东西？方才在街角看见的，排了好长的队，说是这家铺子传了3代，整个江南只此一家。
果然比宫里的好吃。新皇登基开恩科了，而且这次恩科不限男女，女子也能应试。说新皇将太学女生的名额翻了1倍，还在各州都设了女子学堂。这小子动作倒快，登基才3个月，连颁3道旨，开恩科、扩女学、减赋税，一气呵成。咱们儿子才10岁，你真不担心传位于他有些早吗？担心什么？他3岁能背4书5经，6岁便能批折子，9岁在朝堂上和那帮老臣辩论水利改制，引经据典，把工部尚书驳得哑口无言。还是夫人教导的好。之前还曾说过要一起下江南，因为朝堂之事繁多，一直未能如愿。如今我想歇歇了，难道你还不想跟我过2人世界？夫人去哪，臣就去哪，上刀山下火海都跟着。你现在倒是越发的嘴甜。就这样，没有朝堂，没有战事，就你和我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将大夏的山山水水都走遍。